魏无羡笑着摇摇头，心里想的说不出口，只好捡些别的说：蓝湛，我还从未见你笑过呢，笑一个来看看嘛。魏无羡本只想打个趣，换来蓝忘机几句无聊荒唐，再趁机跟他聊几句骚，谁知蓝忘机竟真侧过头来朝他笑了。霞姿月韵，清风霁月，都不如眼前所见。魏无羡看呆了眼。怎么？蓝忘机见魏无羡盯自己盯得出神，问得有些不自在。没什么。魏无羡傻笑道：好看。行到半山腰，魏无羡环顾四周，瞧见一棵挺合眼缘的树，回头看了眼几步开外的蓝忘机。魏无羡指了指树：我走累了，在这歇会儿吧。蓝忘机默默靠树坐下。魏无羡自然是不累的，可他见蓝忘机走得越发吃力，连眼皮都开始打架，心里明白得很。就蓝忘机那嘴硬的性子，是说什么都不会主动要求休息的。魏无羡算是败给他了，也懒得再跟他耍嘴皮子，只要他能不撑坏身子，自己便将就他那脾气。蓝忘机的嘴唇本就没有血色，现在甚至有些发乌。魏无羡在心里无奈摇头，看来还是刚才救女鬼时被那树林网伤到了。蓝湛真不是能做鬼的料啊，被发配到那荒山，手无缚鸡之力的，若不是遇见我，怕是要被那群捣蛋鬼往死里欺负了。好在他这鬼日子也没剩多久了。山魈、眼珠和赭童都已集齐，等他们出了襄阳安顿下来，魏无羡立马动手做镜子，把蓝忘机送回他该待的地方。魏无羡见蓝忘机咳得厉害，心里着急得很，却也不知如何能让他好受一点，只得坐在他身边不停跟他讲话，好让他分分心。襄阳离云梦境，这山间的草木也多是他儿时就眼熟的。魏无羡便跟蓝忘机这儿指指那儿指指，跟他讲这种花叫什么，那种树又叫什么，实在觉得哪朵花格外好看，就小心摘下来送到蓝忘机手上。蓝忘机虽不说话，却也乖乖接过他的花，一只手拿不下了，就两只手拿，还是拿不下，便至于100间。没过多久，蓝忘机便被魏无羡一朵朵送来的鲜花淹没。魏无羡回头看见被花朵包围的蓝忘机，又开心又得意。他心中的蓝忘机就该是这样的，被四锦繁花拥簇着，却出落得比所有花都好看。把蓝忘机装点尽兴了，魏无羡整了整衣袂，刚打算靠树干坐下，却见草丛里依稀闪着光，撩开落叶杂草一看，竟是一条金色的藤蔓，蜿蜒着延伸向远处。他心下一动，拉起蓝忘机顺着那藤蔓往前走。映入眼帘的是一棵金光闪闪的参天大树。魏无羡喜不自胜，嘿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传说洞庭一带有一种成精的灵树，通体金黄，枝繁叶茂，身姿婀娜，虽为精怪，却从不戕害生灵，只是美如命。成日忙着打理枝叶，孕育果实，让他那金黄的藤蔓傲然遍布方圆百里，是令周遭所有活物都折服于它的美丽。传说还道，若遇美人路过，该树便投下它精心孕育的果实，以表倾慕，因此得名青岩树。魏无羡打小在云梦便听闻此奇树，却从未有幸得见，谁知今日却在这赶路的间隙鬼使神差碰上了。据说青岩树之果香甜可口，鲜美多汁，由青岩树千年灵气凝结而成，大有滋补之效。魏无羡看了看一旁仍面露虚弱的蓝忘机，欢欢喜喜地拉着他的手走到树下。蓝忘机见他举动怪异，皱眉看了他一眼，却也没挣脱，大概是已经见魏无羡做过太多怪事，便也由着他了。等了许久，却不见树有反应。魏无羡拉着蓝忘机又靠近了些，树仍无动于衷。魏无羡忍不住了，摇了摇树干，青岩树微微一动，抖落一地枯叶，眼皮刚张开又懒懒合上。魏无羡催促道：哎，树精大人，快醒醒，起来干正事儿了。树精不悦地低吼了一声，睁开单只眼，不耐烦道：你干嘛呀？魏无羡有板有眼道：美人路过你不给果子，你消极怠工，是要长皱纹的。美人？树精睥睨着眼：哪儿呢？你呀？说着一脸嫌弃的凑近，打量了没皮没脸的魏无羡一眼。哪能是我啊？魏无羡大笑出声，回头指着蓝忘机：我是说他。
闻言，青岩树向蓝忘机投去一瞥，又稍稍弯腰，欲将蓝忘机打量个仔细。蓝忘机在树精的目光下不适地扭了扭身子，皱着眉瞟了魏无羡一眼。魏婴，魏无羡却只在一旁坏笑着看他，不为所动。美倒是挺美。树精慢悠悠开口，不过不能给。魏无羡不服气了，凭什么？说好了，每人路过你就给果子的，你想耍赖？树精哼了一声，耍赖？每人路过我投过，可他是人吗？魏无羡这下真的晕了。早听闻这青岩树十分护自己的果实，还老爱鸡蛋里挑骨头。明明顶好看的人路过，他却说人家的脸如何有瑕疵，就是不愿给出果子。可蓝忘机那眼睛鼻子挑不出半点毛病来，他便在那儿咬文嚼字，硬说蓝忘机非人，还是不能投果。如此古板执拗，都快跟那姑苏蓝氏的教书老头有得一拼了。魏无羡脾气上来了，今天说什么也非得为蓝湛争得一颗果子。于是魏无羡攀上那树干，树精大人，你若是不投果子，我可要爬上去了，到时候弄乱了你漂亮的叶子，可就怪不得我了。青岩树瞪大眼睛，眼见魏无羡把自己树干抱得紧紧的，连忙伸出树枝，想把魏无羡给扒下去。可谁知这时魏无羡竟双腿腾空飘了起来，青岩树的树枝只得狠狠打上自己的眼睛，一时头冒金星。魏无羡趁机攀上高处的树枝，饱满的果实一个个在眼前荡来荡去。蓝忘机注视着魏无羡，眉头关切地皱起。魏婴，你当心些。魏无羡瞅着蓝忘机立在树下的身影，心里莫名更坚定了。在他看来，摘这果子不仅是要为蓝忘机滋补元神，既然这果子只有美人才配得上，那蓝忘机就更得有一颗。于是他趁着树精还未缓过神来，眼疾手快摘下一颗果子，紧紧抱在怀里。魏无羡正欢欣鼓舞，准备跟蓝忘机分享喜悦，哪晓得却被枝干上不知何时长出的藤蔓缠起来，五花大绑抛到地上。蓝忘机见状连忙上前，伸出手欲接住魏无羡，可他体力尚且虚弱，双手使不上力，还是由着魏无羡砸在了地上。魏婴，蓝忘机凑上前来，扶起魏无羡，拉着他左看右看，不知他是否伤到了哪儿，有些手足无措。魏无羡怕蓝忘机着急，赶紧道：我没事，你快把这个拿好。说着把稳稳护在怀里的果子递给他。那边青岩树理了理被搅得乱七八糟的枝叶，瞠目望着正在地上挣扎打滚的魏无羡和试图为他解绑的蓝忘机，凶神恶煞道2个时辰内你就别想解开了，滚，再也别让我见到你。魏无羡好不容易摘到了果子，心下欢喜，被青岩树骂也不觉郁闷，要不是被绑得动弹不得，甚至恨不得凑上去亲一亲他的树皮。两人步履蹒跚，走了好一阵，才找着个确保没有青岩树藤蔓的地方，终于能落坐下来。魏无羡虽摔得有点疼，但许久没像这么疯玩过，这次还拉了蓝忘机作伴，心里高兴得不得了，靠着树干笑了好一阵，直到笑得肚子痛，方才停下来。蓝忘机看着刚从狂笑中冷静下来的魏无羡，狐疑道：你真的没摔伤？我真没事。魏无羡伸不开手，便只能用眼神示意蓝忘机怀里的果子。蓝湛，你快吃果子，这果子很补元气的。你看你脸色都难看成什么样了，真要好好补补。蓝忘机对着怀里的果子看了好一阵，终于伸出手去剥皮。魏无羡又道：你是不知道，那青岩树若是真不想给谁果子，是万万不会给的，我再怎么强也没用。他虽然对我凶，还把我绑起来，可我还是拿到果子了，说明他也觉得你好看，值得一颗果子。蓝忘机抬头短短看了他一眼，轻声道：是吗？当然是了。魏无羡笑眯眯道：蓝湛，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好看。闻言，蓝忘机剥果皮的手顿了顿，垂下眼睛，目光不自在地四处飘忽。魏无羡看见他这难为情的样子，又好笑又纳闷，怎么夸两句就不好意思了？未必是真不知道自己多好看。待到果皮终于除净，露出里边鲜嫩的果肉，魏无羡鼓励地看了蓝忘机一眼，终于见他斯斯文文地取下一小块果肉送进嘴里。魏无羡满怀期待：怎么样，好吃吗？蓝忘机点了点头，接着又像是觉得这样还不够，抬起头认真道：好吃。
能让蓝湛这么一本正经夸好吃，那必然是绝顶好吃了。魏无羡高兴得欲手舞足蹈，却忘了自己还被藤蔓死死缠住，手脚放肆一挣，被藤蔓的锯齿刺得生疼，差点没叫出声，只得庆幸蓝忘机正专心埋头吃果子，没注意到自己的动静，不然又要皱眉头了。